大胖媳妇儿来做产检来了。都说一个男人爱老婆，就会去努力体会她的感受，她的快乐，她的梦，她生孩子开的每一个指缝。这句话我曾经相信，所以我把她带到男性分娩体验中心来。阵痛有10级，咱也不知道她能挺到几级，反正她就是抱着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的心态来了。你觉得你能到几级？啊，8、9、10都可以。大伙儿都说她这次回来那肚子感觉是要甩子，今天咱就来个清仓大甩，争取让她顺产到10级。如果疼的话，可以按这个，开这个，这个就可以停了。这个每到1级会报数的，现在是0.2。So weird. It's like tickling. 强度1级。Now it's like contracting. 16. It is time now. 强度2级。你说，如果当年贵妃生子争宠的时候都是这个表情，不知道帝王们还如何做到宠爱？可能生子之前还是贵妃，生完就是个嫔，就是个嫔。2级。中间还跟我耍心眼儿，拉着我的手说：“我想在你的心中一直做一个强壮的男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脆弱的一面。” You can go. 结果我刚出去，分娩结束，分娩失败，祝您身体健康。楼下是个海鲜市场，他居然跑到海鲜市场里躲着去了。我说你汉生不好好生，你还找水？你是甲鱼呀、身怀6甲的整的。俺们都是汉生，你非得2期，开了3指还脑袋没出来呢，逃逸了。怪不得加拿大人少，都不好好生。不要拉肚子了！哎呦我的妈！ A few moments later. 你咋的了？产后1月了。你没生出来呀，你没生出来呀，爸。哎，你们敢相信吗？我的大胖媳妇儿博士毕业了，雪人成为了一名博士。对，就是这个媳妇儿，我没换媳妇儿。失业之后想完成自己的学术梦，开始狂改论文。结果呢，第1次提交论文，他导师抠为的了；第2次提交论文，他导师又抠为的了，连他导师的妻子导娘呗，属于也抠了。他第3次刚要提交，我说你等会儿，你交1次他抠1次，你交1次他抠1次。你导师今年76了，你这是第3次交，他可经不起第3次抠啊！你的最后论文没提交上去，你把他给提交了。我说要不然你让你老师打个疫苗吧，他这疫苗不满第3针，你这答辩都难过60分呢。然后他跟他导师联系，他导师说，我确实最近又非常不舒服，而且我现在面临着一些就是家庭婚姻的一些困境吧，我确实是很焦虑。我说他是不是又得了？你导师不是叫 David 的吗？就直接改名叫 COVID 得了，正好这媳妇要跟他闹离婚，就 COVID 的浩克，新冠绿巨人。反正不管咋地吧，就最后他是过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真是不要盲目崇拜学历，一个人的智商其实他证明不了什么。娶了潘金莲的武大郎，想滑雪依然找不着腿；拿了博士的大学人上厕所依然找不着北。比如我老公前天跟我妈视频电话，给我急坏了。我妈跟他视频嘛，我妈说我看你今天外边天挺好，你带孩子出去玩玩去。我老公想回答呢，我要防晒，但是他的汉语不好，我也不知道咋寻思的，他就把防晒说成了防带。然后他告诉我妈，不可以，我要防带，我们都要防带。我妈说你防不防带的也不当你出门啊，你咋的？你防带叠加了，你怕逮捕啊？你家是老赖呀？我老公也没听明白我妈说啥，问我妈，难道你不防带吗？你不防带吗？我妈说你们加拿大可能防带，我们铁岭不防带。铁岭呢人反正是比较要强，再说也便宜，不治。我老公说贵要防带，便宜更要防带，加拿大要防带，铁岭也要防带，我们都要防带。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女儿都要防带。我妈说你姥心挺大呀，你姥多大岁了？好着一直叫姥姥啊。我老公说买姥姥也是83。我妈说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这要在中国，你妈咱讲话当姑娘的，不得帮一把吗？我老公非常认真呢。我姥姥的房贷是我姥姥的房贷，我妈妈的房贷是我妈妈的房贷。我姥姥不能帮我妈妈房贷，我妈妈不能替我姥姥房贷。我妈说啊，我听明白了，这是我老了，我要是有房贷也别指你呗。哎呀妈，别唠了，心拔凉。哎呀，给我老公也急够呛。哎呀，凉也要房贷，热也要房贷。哎呀，外国老人到底咋养老呢？跟你们举个我家的例子吧。我的公公婆婆要卖房子了，买主是我的2个小姑子，我 HR 这个房子本来的法定继承人，所以我就有个疑问，我俩小姑子为啥要买呢？那将来正常不也得给你们吗？但其实不然，有很多外国老人是不留房产给儿女，情感上我儿女我心疼，遗产上非必要不继承。比如说老两口这套房子值200万，现在老头老太太退休了，想疯狂享受生活，但是往往情况是心是准备造反，造反的钱忘攒了，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房子提前卖。
比如说这房子不估价200万吗？我卖给中介150，我先花着，等我走那天你们再来收房子。然后这中间这50万的差价呢，就暂且按照我还能活10年来估算，没活够呢你退，活多了呢我补。阳寿和预寿此消彼长。我有时候就想哈，难怪我公公婆婆不养生。你说你如果按照能活到80折算的价都花了，万一天天泡脚，一出溜长寿了还得补钱，那真叫一个活不起呀。我奶奶说，你看你婆婆大冬天的穿个凉拖喝冰水，那到老了那都是作死。我说人家是在理财，在理财。当然了，可能有人会说，人家国外很多中产也会给孩子留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说就是你对。我公公婆婆不是中产，反正据我的了解，他们这个阶层会以各种成熟稳妥的方式，坚决的保证了自己走的时候片甲不留，人亡之前先家破，人去之后必劳空，就是这么一个思路。我大胖媳妇也是受这个观点影响很深远，所以她就不会说想培养孩子咋地，然后牺牲自己太多，给孩子上兴趣班尽可便宜的报，比如蹦蹦床。孩子喜欢滑冰，他说滑冰还得买刀。孩子想学骑马，他说骑马还得租马。我说俗话说得好，招兵买马，招兵买马才能培养出将军，你这兵马都不要啊。他说有兵马的不是勇吗？那最终也一样是被埋没，也不一定是将军。咋说呢，这玩意儿各有优缺点吧。像我婆婆我老公这种就可能太在乎自己开不开心，也有优点，就是孩子永远有个非常开心的爹，然后父母和孩子从小就不互相绑架，活得都很轻松。我呢不可能完全同意他爸妈的做法，但是我也不想像我爸妈这样这么累。反正我感觉就对孩子这玩意儿就尽量吧。你租马租不起可以租个驴，骑驴找马呗，人不都那么过吗？也不用因为要给孩子多少太为难自己。比如我每2周必须出去一次，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买贵的，但是给孩子买衣服我净买便宜的。谁让他约好看，谁让他约好看了。然后呢，每周必须出去喝顿酒，回家就逼加拿大技师给我做 SPA， 用这个法国让提斯面膜，让他救救我的熬夜暗黄脸。这芋泥质地特别舒服，享受一下。但是啊，有个事儿，你看是不是我多心了？他总说他自己是不可能出去做 SPA 的，但是这个拿锣在耳边敲这个事儿是从哪学的呢？妈，我爸。哎呦我的妈！妈被封口了，你等我15分钟之后揭下我伪善的芋泥面孔啊！妈脸咋样？哎呀妈呀，真亮啊！大胖媳妇到底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把我们五一调休制度给搅黄了。关于这个调休制度吧，大胖媳妇一直是非常不理解的。这不马上五一要放假了吗？她本来是万分愉快，突然听说要在你放假的前边和后边把你放的班给补回来这个事儿，她崩溃，无比懊恼，来我们公司问我：你确定你也要实行这个招别人在背后骂死你这个机制吗？我说全国都这么调休，那我们肯定也这么调啊。她就疯了，她说你看啊，放一个五一，把后边的假期给提前用了。从你的角度来剖析啊，你就这么想的：我选择哪天放，别人就得哪天放。后边的假期，哎，你提前给我，后边就不给你了，不可上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同事现在也可以跟你提出要求，我选择今天发我后边所有的工资，你就把今天到我60岁的工资提前给我，后边我也不管你要了，不管你要了，不可上去。他还来劲了，就继续无限类比啊，给我整的骑虎难下的。他说这还好比昨天不让你吃饭，明天不让你吃饭，今天就使劲吃，往死吃，不吃不行。昨天不许上厕所，明天不许上厕所，今天就使劲拉，往死拉，不拉不行。去拉，我没有，没有也得拉，去拉。而且更离谱的是，所有的人，全国的人都今天拉，你上厕所排不上号，你说我换一天拉行不行？不行，憋着。 Okay, but I want the salary from next month. It's all the same. You just take it over. 就拉是。但是他其实很幸运，虽然28号他调休，但是调休那个日期呢赶上他没有课。我说那其实咱大铁姐弟那个账号挺长时间都没发大胖媳妇和拿铁的吃播了，咱就那天把他录了呗。然后大胖媳妇晚上来我们公司蹭饭，我不在，他就问我的同事们：你们说实话，你们对调休到底怎么想？是否和我一样憎恨，只是不敢说？你们说实话。我反正也不在，我同事就实话实说了，说谁喜欢调休啊？哪怕五一不放那么多天都不想调休。大胖媳妇说：那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搅黄。第二天他的确把调休给搅黄了，但是因为张大铁告状也到底是露馅儿，最终我在家跟他斗智斗勇，同事们得以轻松放假，我还送了他们1人1瓶理肤泉光电霜。这抗老面霜是我最近独宠，加班皮肤状态差，上妆还卡纹，用完紧致饱满多了，雪绒质地，乳化透明，肤感好，光速新生科技的有效抗老，还得看它咋搅黄的呢？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他有病了，哎呀，胃难受，肚子疼，肠胃炎，不能起床，更不能吃播了。我当时我是稍微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认识大胖媳妇这么多年，她得了任何病也从来没拒绝过吃，我好几次推门而入想抓她个没有病的现行，但是好像她真有病，就搁那躺。直到张大铁告完状，我再进去。I feel a little better, but not great. 什么声？哦，我的肚子不舒服。哎，你嘎叽窝冒气了，这面。我不知道，我问拿铁，他玩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在冒气呀？
怎么个事儿？俺爸爸的风琴上火了。是吗？那你有没有把火给灭呢？火可香了，发了个香火。